2016年1月，阿根廷球星梅西发出一条寻人启事，希望找到用塑料袋复制他球衣的这个男孩子。1个月以后，在全球网友的帮助下，这个阿富汗男孩不但亲眼见到了偶像，还收获了一件真正的阿根廷10号球衣。10号这个数字在中国球迷的记忆中并不陌生。各位观众，这场比赛是第11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后的决赛。这是阿根廷足球队的10号前锋肯佩斯在对方争抢的情况下，用铲球把球铲进了球门。当长发飘飘的肯佩斯连进2球锁定胜局，10号这个数字也成为了很多中国球迷对世界足球的第一印象。这是什么？该不会是地球吧？19世纪末，当一位在欧洲经商的阿根廷人将足球带回家乡，人们好奇地问：商人一边踢球一边回答，这不是地球，但它可以征服地球。罗萨里奥，阿根廷第3大城市，被誉为足球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世界级球星有离开赛场的肯佩斯、巴蒂斯图塔、波切蒂诺，还有风头正劲的迪玛利亚、伊卡尔迪以及梅西。纽维尔老男孩俱乐部的青训营，这里是梅西足球职业之路的起点。每逢周末都会有一场训练赛在这片场地举行。La gente vive mucho el fútbol, o sea, pelea por el fútbol, duerme pensando en fútbol. 艾丽卡，第一个报道梅西的记者，每天在俱乐部官方推特上更新赛况，是他工作的重要内容。转角遇到的足球赛，路人总是会给予最慷慨的支持。一场足球少年间的角逐就要开始。对阿根廷孩子来说，球场是人生中第一个战场。习惯了在对抗、拼抢与伤痛中成长，才能走得更远。比赛结束，这个身披10号球衣的男孩子，留给了我们一个疲惫的背影。此刻，
一个小小的英雄梦想，可能已经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从什么时候起，10号成为了阿根廷人心目中的传奇与信仰？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要回到1978年的夏天。潘帕斯草原正热切期盼着一场举世瞩目的足球盛宴。当时的阿根廷正处于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时期，政权更迭带来社会动荡。世界杯还未开赛，组委会主席就遭遇暗杀，这让主办国的形象和声誉跌落谷底。为了挽回颜面，阿根廷政府投入当年国家预算的10%，共7亿美元，新建河床体育场和彩色电视转播中心。正是这个惊人之举，促成了中国球迷与世界杯的初次相见。各位观众，决赛已经开始了，现在是阿根廷足球队以1-0领先。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阿根廷国家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用酣畅淋漓的胜利释放了国民压抑已久的情绪。阿根廷足球队的前锋10号肯佩斯在禁区里边连续过了2个对方后卫的阻截，又回抢得到这个球，然后把球踢中了。在阿根廷人的记忆中，那一刻是10号传奇的开始。整整40年过去，肯佩斯这个将阿根廷足球写入世界版图的人，再次来到我们的面前。Al día siguiente, después del partido, después de salir campeones, mirando por la televisión el festejo de toda la gente en Argentina en general y en el mundo, uno se daba poquito cuenta de lo que había representado para Argentina futbolera ese partido. Hasta el día de hoy que todavía uno piensa todo lo que se hizo y empieza a recordar cosas lindas, claro, y decir, hicimos bien las cosas. 目前，64岁的肯佩斯在一家体育电视机构担任足球评论员。他早已离开赛场，却从未离开足球。谈起当年为何身穿10号球衣，肯佩斯表示，其实那只是个巧合。Los números iban correlativamente con el apellido, ABCD 1, 2, 3, 4. Y bueno, yo por esas casualidades de la vida, me tocó el 10, no porque yo lo pidiera. 现代足球场上的10号通常是球队中场的核心，作为衔接后场与前场的枢纽，自然也成为了进攻的发起者与组织者。简而言之，10号就是整个球队的灵魂和核心。早在贝利时代，10号就伴随着他建功立业，最终加冕球王桂冠。1978年，肯佩斯让这个号码再次焕发光彩。4年之后，一位小个子球员穿上了阿根廷10号球衣。正是这个人，让10号成为了球队领袖的标志。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10号，这就是马拉多纳，是著名的球星，人们称作他是小贝利。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身穿11号球衣的肯佩斯一球未进，星光黯淡。此时，10号球衣已经穿在了21岁的迭戈·马拉多纳身上。这位年轻的10号球员，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再一个4年之后，他将迎来自己的时代。
这可能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在1/4决赛，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马拉多纳用这样的动作攻入一球，并被判有效。Lo hice en un mundial, ¿no me vieron? Bueno, yo no voy a ir a decir, muchachos, perdónenme, lo hice con la mano. Nah, ¿qué lo voy a decir? 多年后，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马拉多纳承认，那是一个用手推进的球。他的回应带着几分狡猾和戏谑。那不是我的手，那是上帝之手。又攻入一个球，还是10号马拉多纳，还是4号马拉多纳，4个人都防他和没防住。奇迹仍在继续。同一场比赛，仅5分钟之后，马拉多纳从中场开始盘带，连过5人将球打入。这样一个世纪进球，将马拉多纳送上神坛。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Maradona es el último gran héroe nacional popular. Un contexto histórico argentino muy particular en el cual la Argentina pasó por una dictadura, fue derrotado en una guerra. En ese contexto la figura de Maradona apareció ya no solo como un gran futbolista, pero sino fundamentalmente como un héroe nacional. 一个人带领一支球队最终登上世界巅峰。1986年，阿根廷捧得大力神杯。之后的1年时间，每18个阿根廷的新生男孩中，就有一个名叫迭戈。看看我们熟悉的这些名字吧：迭戈·米利托、迭戈·戈丁、迭戈·里巴斯、迭戈·伯纳洛特、迭戈·孔腾托、迭戈·拉克索尔特。迭戈这个名字成为了众人膜拜的图腾。然而，马拉多纳神一般的光环让10号球衣变成了沉重的铠甲。1997年，他离开赛场，阿根廷足协甚至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请，希望将10号球衣永久封存。最终，申请未获批准。阿利尔·奥特加承继重任，他身穿10号出战1998年和2002年世界杯，成绩却不如人意。2006年世界杯，被寄予厚望的10号里科尔梅也没能让阿根廷走到最后。在马拉多纳之后，漫长的10年间，有8位球员穿起10号球衣，渴望带领阿根廷队再登荣耀巅峰。然而最终，他们的努力都以遗憾收场。10号的神奇力量似乎被长期封存了，只等下一个勇士登场，揭开封印。Por eso cuando él estaba sin barba, yo estaba sin barba. Cuando se tiñó de rubio, estaba de rubio. Y bueno, y así. 胡安在阿根廷罗萨里奥经营着一家香薰店，因为长相酷似梅西，生意红火。起先并未刻意模仿，却有不少人将他错认成梅西。久而久之，他开始用心装扮，专职当起了克隆梅西。Una señora que se ve que estaba mirando afuera me dice, mira dónde te vengo a encontrar. Me da la mano. Me dice, yo soy fanática tuya, admiro a tu familia. Y pensé que la Messi de verdad. ¿Me puedo sacar una foto? Sí, sí. Bueno, saqué la foto. Y me fui. Y no le dije nada.
胡安一共见过梅西3次，每次都隔得很远。他幻想着，如果再有机会，一定厚着脸皮跑上去，用一个大大的拥抱，把自己代收的爱意转达给偶像。Y me voy a acercar igual, aunque me boxeen antes de llegar. 2015年12月24日，巴萨官方电视台播出了一档节目《10号的礼物》。节目中，梅西将自己签名的巴萨球衣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远在巴西的罗纳尔迪尼奥。两人的情谊始于2008年，小罗在离开巴萨前将10号球衣传递给了梅西。Para mi amigo, con todo cariño, un abrazo grande. Leo. Una persona muy simple, muy tranquilo. Tuvimos la oportunidad de empezar una amistad muy verdadera, muy simple. Que se iba y bueno, me dijo, ahora me voy, espero que agarre la 10 y bueno, y así lo hice. 2007年4月，国王杯半决赛上，20岁的梅西重现了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仅仅2个月后，他又在巴萨与西班牙人的同城德比中复制了上帝之手。如此神奇精准的映射，令很多人浮想联翩。1年后，马拉多纳正式出任阿根廷国家队主教练。这次无需姓氏排序，10号球衣直接被交到梅西手中。5座金球奖杯，5次欧冠金靴，8次西甲冠军，梅西几乎赢得了天下所有的荣誉，独独缺了一座大力神杯。第20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决战，德国对阵阿根廷。2014年世界杯，人们都说最好的梅西来了。梅西这个球想要直接射门，但是球打得太高了。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应该没有机会了，没有时间了。球的边路传，好机会，停，打门，球进了，球进了，19号格子。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德国队，他们在1990年之后，时隔24年，再次获得了世界杯冠军。梅西和他的球队走到了最后。他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却擦肩而过。It won't be easy. You'll think it's strange when I try to explain how I feel that I still need 这个身披10号的忧伤背影，恐怕是很多人关于那个夏天最深刻的记忆。人生至苦，是求之而不得。Perder, que nos toca perder 3 seguidas, la verdad que es una lástima, pero tiene que ser así. Ya está, ya lo intenté mucho.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The truth is 没人可以否认梅西的天赋与能力，然而作为10号信仰的传承者，他的肩膀担起了一切，却再不懂家国。 Don't keep
心灰意冷之时，扬言退出国家队，这让梅西陷入舆论漩涡。有人骂他没有担当，有人赞他赤子情怀。就像那首歌唱的，一个男孩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归来的梅西带领阿根廷队在预选赛最后阶段出现，跌跌撞撞闯入2018年世界杯。凡心所向，速履渴望。Y por eso el pensamiento de todo este grupo, ¿no? que llegó a 3 finales, que lamentablemente no pudimos ganar y así todo, con eso va a venir mucho más todavía y que no nos va a quedar otra. Por eso creo que es el mensaje que da esta camada de... Creo que ha demostrado en todo lo que ha jugado que quiere la pelota, por la calle, al contrario. Messi es Messi con copa o sin copa. Sí, creo que los argentinos queremos que gane Argentina, siempre, y en mi caso además, bueno, todos queremos que le vaya bien a Argentina y especialmente a Leo. Leo jugaba muy bien de chico, era el típico que siempre lo elegían primero en todos los equipos. Deseo que este mundial se le dé, que pueda traer ese trofeo que tanto anhela, que tanto anhelamos todos, porque la verdad es que todos los argentinos queremos lo mismo.2018年5月，一个名叫丹增罗布的藏族青年，携带着10号球衣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向自己的偶像送去祝福。加油，梅西！球迷替梅西做出了回答 ：On top of the world， 我会站在世界之巅。每10个阿根廷人有9个宣称自己是球迷，每一个随口抛出的梦想都是穿上蓝白条战袍，成为英雄。他们从没想过放弃梦想。如果说有一样东西能带给他们无限机缘，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足球。